一说起人工智能，你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什么？嗯，估计是那些聊天机器人，像 ChatGPT。对，或者是能写邮件、写代码的 AI 助手，还有那个画画很厉害的 Midjourney。没错，这些应用确实，特别吸引眼球。但你想过没有，这些聪明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的时候，背后是什么在冲着？他们工作起来那可是会发高烧的。哈哈，这个比喻挺形象。答案可能让你有点想不到，是咱们身边好像挺常见的这个制冷技术。这个联系确实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就是要深入聊聊这个制冷技术。你看它好像很普通，对吧？但实际上啊，它是支撑整个数字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一个隐形脊梁。隐形脊梁这个说法好。是的，我们老是盯着算法、数据啊这些，但其实 AI 竞赛的根基往深了挖，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150多年前人类跟冷较劲的那段历史。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番讨论也是基于你分享的这份资料，就是制冷技术撑起人工智能时代的隐形脊梁。我们就打算一起回顾一下，从比如说18世纪那种听起来特别不靠谱的冰块贸易，哈哈，是挺疯狂的。一直到今天给 AI 降温的那些高科技数据中心，看看这个冷啊是怎么一步步塑造我们世界的，未来又会对 AI 产生什么影响。好，那咱们先往回倒一倒，人类用火那都上百万年了，对吧？是的。为什么搞定冷这件事儿就这么难，这么晚呢？你想想，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天怎么办？扇扇子，扇扇子，躲阴凉，好像也没别的招了。那个食物保鲜更是头疼。盐烟、风干烟熏。对，或者挖冰架，但那个基本上是有钱有权的人才用得起，普通老百姓够不着。而且古人对冷的理解也挺朴素的，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觉得冷嘛，就是缺少热，就是热的反面。对，中世纪还有人觉得冷是从北极吹来的一种神秘气息。神秘气息，直到17世纪，像那个弗朗西斯·贝根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去看，他试着用血来保存肌肉。我知道这个故事，结果他自己好像还因此生病去世了。是的，虽然失败了，还付出了生命代价，但这体现了一种科学探索的精神。那为什么后来差不多100年进展还是那么慢呢？最关键的原因啊，是当时缺乏一种迫切的需求。对，你想想，农业社会，大家基本上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市规模也小，夏天热，那就忍一忍嘛。好像是这么个道理。真正的转折点是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了啊！工业革命，城市人口一下子多起来，食物需要长途运输，需要保存，大家对生活环境舒适度的要求也高了。这时候对冷的需求才真正上来了。然后就有了那个听起来像派对魔术一样的发现。没错，1748年，苏格兰有个叫威廉·卡伦的教授，他在实验室里用那个乙醚让它快速蒸发，第一次在人工条件下造出了冷。他做演示的时候，那个容器外面都结霜了，旁边的水都冻住了。哇，那就是最早的人工制冷。可以这么说，他利用的就是蒸发制冷原理。蒸发制冷，对，就是液体快速挥发的时候，会从周围吸走大量的热，让温度降下来。咱们夏天身上撒点水觉得凉快，就是这个道理。哦，明白了。但是呢，卡伦当时只是觉得这个现象，挺好玩的，是个不错的表演项目，就是个魔术。对，他压根儿没想过这东西能有啥实际用处。所以说，科学发现有时候确实会超前于时代。那冷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一门能赚钱的生意呢？这就要提到一个特别有商业头脑的人了，一个波士顿商人叫弗莱德利克·土托尔。1805年，他在古巴哈瓦那看到当地人被热得不行，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把他家乡，就是波士顿那边冬天湖里结的天然冰，用船运到热带地区去卖。啊，这听起来也太不靠谱了吧！大老远运冰块，路上不都化光了吗？可不是嘛，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觉得他疯了。他第一次尝试也确实亏得一塌糊涂。那后来呢？
他没放弃，他这个人很执着，不停地想办法改进，比如用双层木箱，中间塞满锯末来隔热。哦，加强保温。对，而且他营销策略特别聪明。到了哈瓦那，他不直接卖冰，而是免费送给当地的酒吧。免费送？对，让他们用这些冰块来制作冰镇饮料。你想想，在哈瓦那那种热带地方，一杯冰凉的饮料，那诱惑率多大？哇，这招太厉害了，一下子就引爆需求了。没错，市场瞬间就打开了。后来他还把冰卖给医院，用来保存药品什么的，还有卖给有钱人家，用来冰镇食物。真的是个商业奇才。是的，图图尔建立的这个冰贸易啊，后来甚至做到了印度、巴西那么远。他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是他证明了冷本身可以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商品。他让大家看到了冷的商业潜力，这就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去发明能制造冷的机器。总不能一直靠老天爷赏冰吧？对，天然冰毕竟看天吃饭，成本也高，所以机械制冷就该登场了。是的，这时候轮到另一位发明家了，美国人叫雅各布·珀金斯。他利用了一个不同的原理，叫压缩制冷。压缩制冷，这又是什么原理？这个原理，简单说就是通过改变压力来控制温度。气体被压缩的时候会放热，体积变小变成立体，然后让这个立体膨胀变成气体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周围的热量，让温度降下来。就像给热量搬家一样吗？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在1834年就用这个原理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压缩式制冷机。那这台机器应该成功了吧？原理听起来很靠谱啊。可惜啊，又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公式，又没成功。为什么？他的机器成本太高了，而且那个时候图图尔的天然冰贸易做得风生水起，价格相对便宜，工厂主们都习惯用天然冰了，对这种新机器不感冒。原来是这样，那真正的突破口在哪儿呢？这个突破口啊，来自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甲方爸爸——阿根廷的牛肉产业。阿根廷牛肉，这又跟制冷扯上关系了。关系大了。19世纪中期，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有的是优质廉价的牛肉。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些新鲜牛肉运到需求旺盛的欧洲市场去呢？距离太远了。当时阿根廷政府甚至悬赏征集解决方案。所以需要冷藏运输。对，这时候一个法国工程师叫夏尔·泰里耶，他站了出来。他改进了珀金斯的机器，用了效率更高的氨气做制冷剂，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能在船上用的制冷系统。他成功了吗？他搞了一艘船，叫勒菲郭里号，装上了他的制冷系统。1876年，这艘船载着新鲜牛肉从法国出发，开到阿根廷，来回跑了一趟。结果呢？整个航程花了105天。等船回到法国，打开冷库一看，里面的牛肉居然还非常新鲜。哇，105天，这简直是奇迹呀！这一下就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阿根廷的牛肉商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疯狂采购这种冷藏船。我明白了，这下彻底打开市场了。对，冷藏船把潘帕斯草原和欧洲人的餐桌连接了起来。阿根廷靠着出口牛肉，国家都变得富裕起来。可以说是阿根廷的牛肉最终让机械制冷找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场景。从那以后，制冷技术就开始往啤酒厂啊、乳制品厂啊各个行业渗透了。真是几经波折啊！从实验室里一个好玩的现象，到商人的大胆冒险，再到满足一个特定产业的刚需，制冷技术花了差不多1个世纪才算真正站稳脚跟。是的。那接下来它又是怎么从工厂走进我们普通人家里的呢？这主要就靠家用冰箱了。冰箱？其实20世纪初就有了冰箱的雏形，但那个时候的冰箱又大又变重，价格贵得吓人，而且还不安全。不安全？对，早期的冰箱用氨气做制冷剂，那个东西有毒，一旦泄漏是会致命的。克利夫兰还发生过一位冰箱泄漏导致多人死亡的事故。这么危险，那什么时候才变安全的？真正的转折点有2个，第一个是1928年，氟利昂被发明出来了。氟利昂，这个我知道。对，这种新的制冷剂无毒无味不可燃，而且效率很高，这一下就解决了安全问题，让冰箱走进普通家庭成为了可能。那还有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大公司的商业策略。像通用电气、接翼这些公司，
他们看准了市场，他们把冰箱和当时正在普及的电力网络捆绑推广，然后通过大规模生产，把成本和价格降下来。价格下来了就好普及了。没错，冰箱的价格掉得很快。1927年的时候，一台冰箱的价格换算成今天可能要几万美元，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但到了30年代，价格就降到了普通中产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那普及速度应该很快吧？非常快。到了1950年，美国大概80% 的家庭都已经有冰箱了。哇，80%，这普及率相当高了。是的，冰箱的普及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那肯定是颠覆性的吧？绝对是。你想想，有了冰箱，购物习惯就变了。以前可能得天天去买菜，现在可以1周采购一次。对，省事儿多了。饮食结构也大大丰富了。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冷冻的肉类海鲜，随时都能吃到。而且对家庭分工也有影响。有研究说，冰箱甚至解放了女性的时间，让她们有更多机会走出家门工作，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这个影响真够深远的。那中国呢？中国冰箱普及好像晚一些。对，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80年代初的时候，冰箱还是非常稀罕的奢侈品，全国普及率可能还不到1%。我记得小时候谁家有台冰箱，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儿。是啊，但之后发展非常快，到了2010年左右，中国的冰箱普及率已经超过90%了。哇，从不到1% 到90%，也就用了30年。30年，从奢侈品变成了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回顾这150年，感觉制冷技术的发展是科学原理的突破，加上商业模式的创新，再有就是普及技术，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推动。总结得很好，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制冷技术实现了对有价值物品的一种时空平移和保值。时空平移和保值怎么理解？就是说，无论是食物、药品，还是后来我们马上要谈到的数据，这些东西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它们会随着时间流逝或者空间距离而损耗变质。制冷技术就是通过创造一个低温环境，延缓了这个损耗过程，相当于把它们的价值冷冻起来，让它们能够跨越更长的时间和更远的距离。明白了，这样才能实现规模化的生产、运输和消费。对，这才有了我们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和可能性。可以说，制冷为后来的很多产业革命，特别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 AI， 打下了基础。当冰箱普及之后，很多人可能觉得制冷技术的故事到这儿就差不多该结束了吧？那可就小看它了。实际上，冷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厨房里的那个铁盒子，它已经渗透到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成了一种类似电力、交通那样的基础设施，一种真正的硬通货。硬通货，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怎么理解这个概念？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食品行业。吃。我们现在能吃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物，比如智利的车厘子、挪威的三文鱼，靠的是什么？冷链运输。没错，就是冷链。从产地捕捞、采摘开始，到加工、运输、存储，再到我们消费者手里，整个过程都要保持低温。这个如果断了，过果就很严重。非常严重。在很多缺少完善冷链的低收入国家，食物在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损耗率可能高达30%到50%。30%-50%，太惊人了。是的，想象一下，肯尼亚的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可能运到首都内罗毕就坏掉了一半。这不仅仅是食物浪费，更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剧了饥饿和贫困。所以说，冷链的有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划出了一条隐形的贫富线。可以这么说。当然，富裕国家也有食物浪费的问题，但原因不太一样。不过，冷链确实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生命线。那除了食品，医疗健康领域肯定也离不开冷。那就更关键了。现代医学的很多成就都建立在可靠的制冷基础之上。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疫苗。很多疫苗，包括我们前2年经历的新冠疫苗，对温度要求极其严格。对，我记得辉瑞的要-70度。是的，还有莫德纳也要-20度。对运输和存储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专门的超低温冷链，
包括冷藏箱、温度控制等等。不光是疫苗吧？当然，还有像胰岛素、很多抗生素、血液制品，都需要在特定低温下保存，才能保证药效和安全。如果医疗冷链出了问题，那可能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那后果不堪设想。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全球有大概1/4的疫苗会因为冷链断裂而失效。1/4？这意味着数百万儿童可能无法获得有效的免疫保护。同时，还有很多新兴的医疗技术也依赖制冷，比如用一氮零下196度进行的冷冻手术，还有干细胞的保存，像脐带血库，以及器官移植时器官的低温保存，通常在0到4度。这么说来，冷在医疗领域简直像一个隐形的医生。这个比喻很贴切。好，食品和医疗都离不开了。那我们再看看城市。你刚才提到冷甚至改变了城市形态。是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文明在历史上大多都集中在气候比较温和的温带地区？因为太冷或者太热的地方都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和发展吧？没错。但是空调的发明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格局。空调，对，我们现在夏天简直离不开它。空调使得像迪拜、新加坡，还有美国南部的迈阿密、休斯顿这些地处热带、亚热带、夏季酷热难当的地方，也能够发展成为繁荣的大都市。确实，很难想象没有空调的迪拜会是什么样子。是啊，发明空调的这个人叫威利斯·凯利，1902年。他最初设计那个空气调节系统，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印刷厂的湿度问题，防止纸张变形。结果无心插柳，改变了世界。可以这么说。空调刚出来的时候也很贵，主要是工业和商业场所在用。2战之后，随着技术成熟和成本下降，才开始进入家庭。美国空调普及也很快吧？对，到1960年代，美国家庭空调普及率就过半了，到90年代超过了88%。空调的普及直接推动了美国阳光地带 Sun Belt 的经济发展。全球来看呢，现在全球空调的数量估计已经超过2600亿台了，还在快速增长。可以说，冷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甚至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一个隐形引擎。食品、医疗、城市，还有一个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东西，肯定也和冷有关。你是互联网？对。我们刷手机、看视频、用各种 App， 这些数据都存在哪儿？存在数据中心里。而数据中心听说是个耗电大户，而且特别怕热。没错，数据中心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服务器，这些服务器高速运算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你可以把每个服务器都想象成一个小小的电暖炉。这么多小暖炉挤在一起，那温度肯定很高。是的，如果不持续给它们降温，服务器轻则宕机，重则直接烧毁。所以，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极度依赖强大的制冷系统。这个制冷要消耗多少能源呢？比例相当惊人。一般来说，制冷系统消耗的电力能占到整个数据中心总耗电量的50%。哇，将近一半的电都用来降温了。对，这部分成本非常高昂。所以那些科技巨头们都在想方设法降低制能耗。有什么办法吗？一个思路是把数据中心建在天然凉爽的地方，比如谷歌在冰岛就建了大型数据中心。冰岛为什么选那儿？因为冰岛纬度高，年平均气温只有5°C左右，非常凉快，而且电力主要是地热和水电，既便宜又清洁。哦，利用自然低温来冷却。对。他们可以直接引入外部冷空气，或者利用冰冷的海水来给服务器降温，这种叫自然冷却或者免费冷却。效果怎么样？效果非常显著。据说谷歌在冰岛的数据中心，相比建在温暖地区，光是制冷成本就能节省70百分，整体运营成本能降低40%左右。那效率很高啊！衡量这个效率有什么指标吗？有的，业内通常用一个指标叫 PUE。Power Usage Efficiency。电源使用效率，简单理解就是数据中心总的用电量除以 IT 设备本身、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的用电量。这个比值意味着什么？这个比值越接近 1.0， 就说明用在 IT 设备以外的能源，主要是制冷和供电损耗越少，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就越高。那一般的 PUE 是多少？像冰岛那种能到多少？传统的数据中心 PUE 可能在 1.5 到 2.0 之间，甚至更高。而像谷歌在冰岛或者微软在瑞典
利用湖水冷却的数据中心 PUE 可以做到非常低，比如1.1甚至1.08，差距很大呀。是的，全球来看，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已经非常惊人了。2023年估计超过4000亿度电，这差不多相当于日本全年的用电量。天哪！而这其中用于制冷的电力就超过了1500亿度。1500亿度电用来降温，所以说没有高效可靠的制冷，我们现在享受的各种互联网服务啊，来工作、娱乐、社交，可能都无法实现。基本是这样，可以说冷已经像电力和网络一样，成为了支撑我们整个数字文明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但又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隐形基石。隐形基石。而现在，这项既古老又现代的技术，正面临着它诞生以来，可以说最严峻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最严峻、最重要的使命。对，那就是为人工智能降温。终于到了我们这次讨论的核心了。AI 时代制冷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关键？核心原因就一个字儿：热。热 ，AI 很热，非常热。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些大语言模型，比如 GPT-4。训练一次这样的模型需要进行极其庞大的计算，计算量大，我知道，而计算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 ，AI 的智能是用海量的计算和数据烧出来的，或者说是靠燃烧能源换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就扮演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灭火器的角色。如果没有足够强大、足够稳定的制冷系统把这些热量带走，那么再先进的芯片、再厉害的算法也根本无法持续工作。明白了。那 AI 到底有多热？这个灭火器的成本又有多高呢？数据可能更直观一些。根据一些研究估算，训练一次 GPT-4 级别的模型，总耗能量大概是1200兆瓦时。1200兆瓦时，这是什么概念？这差不多相当于100多个美国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哇！训练一次模型就这么多电，而在这1200兆瓦时里面，专门用于制冷的能耗估计就要占到40%左右，也就是将近500兆瓦时，将近一半的能源都用来制冷了。这还只是训练阶段，随着 AI 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模型越来越复杂，推理也就是实际运行阶段的能耗也在快速增长。有预测甚至认为，到2030年，AI 相关的电力消耗可能会超过全球总用电量的10%。全球的10%，这太可怕了。如果这个预测成真，那光是给 AI 降温这件事儿，每年消耗的电力就可能超过3000亿度，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大概相当于现在中国全年用电量的15%左右。我的天！这意味着制冷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辅助环节了，它变成了限制 AI 发展的一个核心瓶颈。完全正确。高昂的基建成本和运行成本，特别是制冷这一块的巨大开销，使得目前只有少数几家科技巨头，像 Google、微软、OpenAI、英伟达这些公司，才有财力去建设和维护、训练、运行超大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中心。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门槛。对，可以称为算力 Plus 制冷的壁垒。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 AI 领域资源集中的趋势。为了缓解这个成本压力，也为了寻找更持续的方案，现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正在上演一场寻找最佳纳凉地点的竞赛。听起来像一场制冷军备竞赛啊！那大家都在往哪儿跑呢？基本原则就是哪里凉快去哪里，哪里能源便宜，尤其是清洁能源便宜去哪里。所以还是冰岛、瑞典这些地方。对，北欧国家因为有丰富的地热、水电资源，加上天然的低温环境，确实成了热门选择。Google、微软、Meta 都在那边有布局。那像印度这样的热带国家呢？他们也在大力发展 AI。印度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印度政府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建设上百个 AI 数据中心。但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吧？夏天那么热。没错，
高温是印度发展数据中心的一个巨大障碍，他们很难像北欧那样利用自然冷却，必须依靠大功率的空调系统，这会消耗巨量的电力。所以，他们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开发更高效的空调技术，以及利用 AI 算法来优化制冷系统的运行。但这里好像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或者说是一个悖论。哦，你说说看。就是 AI 越发展，对制冷的需求就越大，消耗的能源也越多。但同时与此时，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多。这不是让制冷这件事儿变得更加困难，成本更高，同时也更耗能了吗？你完全点到了问题的核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对，全球气温升高，尤其是在夏季热浪期间，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就需要更卖力的工作，消耗更多电力来维持伺服器的正常温度。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给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导致供电不稳或者停电。2023年夏天，德州热浪就导致一些 AI 数据中心被迫停机。而且制冷本身也会加剧变暖吧？问题就在这里，传统的制冷技术很多依赖氢氟碳化物 HFCs 这类制冷剂。HFCs 这些物质虽然不破坏臭增了，但它们是极其强效的温室气体。它们的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 是二氧化碳的上千倍甚至上万倍。上千倍？是的，所以这个循环就是全球变暖需要更多制冷，消耗更多能源，往往还是化石能源，排放更多强效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更暖。这个循环如果不打破， AI 的发展不就变成了一种得不失迟的事儿了吗？确实有这个风险。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大力发展和推广适可持续制冷技术，这不仅是为了 AI 能够健康发展，更是为了我们整个地球的未来。适可持续制冷听起来很重要，具体有哪些创新的方案呢？目前来看，主要有这么几个比较有前景的方向。第一个是立体冷却，或者叫静默式冷却。液体冷却，把服务器泡在液体里？对，当然是泡在一种特殊的不导电、绝缘的冷却液里。立体直接接触发热部件，散热效率比传统的空气冷却要高得多，可能高出10倍甚至更多。效果怎么样？效果很好，像英伟达现在最新的那些高性能计算系统，很多都已经采用了立体冷却方案，据说能节省相当可观的能源，比如70%。预计到2025年，可能有一半的 AI 数据中心会采用某种形式的立体冷却。这是第一个方向，还有呢？第二个方向是用 AI 来管理制冷。用 AI 管 AI 的降温，有点意思啊。对，就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时监测数据中心内部各个位置的温度、湿度、气流等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和预测，智能的调节冷却系统的运行，比如风扇转速、冷水流量等等，用最少的能源达到最佳的冷却效果。这个效果如何？谷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他们声称通过 AI 优化，能够减少数据中心制冷能耗大约15%左右，积少成多也是很可观的。还有其他方案吗？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路线，比如热电池或者叫储冷技术。热电池是存储热量吗？恰恰相反，是存储冷量，有点像给电网准备的一个巨大的冰袋。它可以在用电低谷时段，比如晚上电价便宜的时候，利用电力质量把冷量存储起来。然后呢？然后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段，把存储的冷量释放出来，辅助空调系统进行降温。这样可以减少高峰时段对电网的冲击，实现所谓的削峰填谷。新加坡有些数据中心就在尝试用这种技术，听起来很聪明。最后还有一个大方向，就是被动式制冷。被动式就是不主动用电。对，尽可能的不依赖或者少依赖电力，而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或者巧妙的设计来降温。比如优化建筑的朝向和布局，利用自然通风，或者利用地下的稳定低温，比如把数据中心建在废弃矿井里。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利用自然水源或地热等。冰岛的自然冷却就是典型的被动式制冷。看来技术路线还是挺多的。那全球层面有没有推动这些可持续制冷技术的共识或者行动呢？共识正在快速形成。
联合国已经把时序制冷列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发展优先事项，还发起了相关的联盟和倡议，目标是逐步淘汰像 HFCs 这样的高 GWP 制冷剂，提高制冷设备的能效标准，减少整个行业的碳排放。主要的国家呢？主要的经济体也都在行动。美国和欧盟也对新建数据中心的能效，比如 PU 遗址，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不做不行。这么听下来 ，AI 时代的竞争，表面上看是算法多厉害，应用多酷炫，但深究下去，底层的较量其实是能源和制冷的较量。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谁能够掌握更高效、更清洁、更时序可持续的能源和制冷技术，谁就能为狂飙突进的 AI 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支撑，谁就能在这场关乎未来的全球竞赛中真正做到保持冷静，从而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回顾我们今天聊的这段历程，从150多年前那个近乎疯狂的冰块贸易想法，一路走到今天支撑着1000亿级 AI 产业的超级冷却系统，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是啊，历史的脉络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制冷，这项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习以为常的技术，竟然在如此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并且将决定我们的未来。看来 AI 的发展确实既需要聪明的算法，更离不开冷静的支撑。没错，而这种保持冷静的能力，我觉得不仅是对机器，对我们人类自己来说，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也是至关重要的。的确是这样。在这个信息爆炸、技术飞速迭代的 AI 时代，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制冷系统。怎么说？就是说，要学会在喧嚣中保持专注，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不断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价值。就像制冷技术保存物品的价值一样，我们也需要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价值。有道理。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热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保持头脑的清醒，找到自己的方向和位置。说得好。最后也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思考一下吧。这个问题也来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份资料，回望制冷技术从默默无闻到支撑关键产业的演变。你觉得下一项可能会支撑起一个全新时代，但现在看起来可能还非常不起眼，甚至有点可笑的隐形发明会是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未来往往孕育在那些不被看好的角落里。是啊，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属于那些能够洞察先机，并且能够始终保持冷静的探索者和行动者。未来属于能保持冷静的人。让我们一起为迎接未来降温蓄力吧。